欢迎来到爱生的频道啊！这两天刷推特啊，感觉最抽象的就是看到有些推友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态，对于这个中美贸易战的不断升级幸灾乐祸，拍手称快。然后还有人呢，看到中国跟西班牙签约啊，就说中国决定了要跟美国彻底脱钩。那这些人可能不太知道，就是真的玩脱了，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今天我们不如就脑洞一下，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外星人看到你们大家闹腾的欢，然后恶作剧按下了一个暂停键，美国跟中国突然之间就彻底脱钩了。我们用数据跟逻辑来推演一下，到底会发生什么呢？这个禁止键一按呢，美国老百姓最优先感受到的就是钱包的哀嚎啊！超市里面从衣服鞋帽到手机电脑，17%的进口商品都来自于中国，特别是超过一半的消费电子类产品。那这些物美价廉的东西要么断货，要么就是价格猛涨。前几年这个贸易摩擦加关税战呢，就已经让美国家庭每一年平均要多掏了830美刀，那企业市值都蒸发了1.7万亿美金。那如果真的是全面断供，然后这个代价一定要翻倍。一方面是要通货膨胀，另外一方面经济却因为这个供应链中断而萎靡不振，搞不好就会形成非常要命的这个滞胀的局面。那少了中国的零部件进口啊，美国工厂一定会停摆，那可不是一个小事情啊。虽然美国对华出口只占其 GDP 的 0.6%， 但是呢，如果全面禁运的话，失业人数破100万也是大概率的事件。更要命的是，你看美国造的芯片、搞电动车、造这个6代机，这些武器其实都离不开稀土，而美国超过 80% 的稀土得从中国进口，中国还掌握着全球 85% 的晶链产能。所以你看，如果真的把特朗普逼急了，搞不好他就直接把格陵兰岛给抢过来了，对不对？那最扎心的事情可能莫过于美国的这些农场主啊，他们有一半的土豆以前都是要卖给中国的，然后2022年这个财年，美国对华农产品的出口高达364亿美金，中国是最大的金主。那现在这个金主的份额没有了玉米猪肉棉花这些都得望着仓库堆满的这些产品发愁。那政府的话，上一次就掏了几百亿美金来补贴美国的农民，这一次如果真的是彻底脱钩，恐怕只能硬着头皮再撒钱，这个财政压力就会更大。那科技大佬也笑不出来了，苹果在中国的工厂，他们组装的 iPhone 运不回美国卖，然后新产品也没有了中国供应链的这个支持，他们想要推出新的产品一定会没有以前那么的快，然后每年在中国的几百亿美金销售额也肯定是泡汤了，而且像类似于高通公司这样有一半的收入都来自于中国客户，这下子的话订单也会直接清零，华尔街就更加不用讲了，人心惶惶，股市大跌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像苹果波音特斯拉这些跟中国市场有非常深度绑定的这些公司。美元的话呢，会因为避险暂时走强，但是如果中国一怒之下抛售手里的这个8000亿美债，那美国国债市场也要抖三抖哈。所以大洋彼岸的中国又会面临怎么样的切肤之痛呢？相比较而言，其实中国这边感受到的冲击波会更直接更猛烈世界工厂突然之间失去了它最大的客户美国。比如说我们中国知道2023年对美出口5012亿美金，占中国总出口的 14%， 相当于直接抽掉中国 GDP 近 3% 的外需动力。高盛就曾经推演过如果要关税加到最极端的程度中国的 GDP 增速就会掉 2.6%， 如果完全禁运的话呢，就得差不多要3个百分点，短期内 GDP 出现零增长甚至是负增长都是可以预期的。高盛就曾经估算过，中共有将近2000万工人的这个饭碗是直接和对美出口这些产品这些行业相挂钩的，所以大规模的失业潮难以避免。这种情况比2008年金融危机要严重的多得多。那不用想这个大家大规模的失业，所有人的收入都会下降，肯定会冲击到消费，然后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这个时候中央政府肯定要第一时间介入，动用各种手段来稳就业保民生，这是非常严峻的
的一个现实。高科技的领域更是雪上加霜啊！中国每一年进口超过4000亿美金的半导体，然后虽然美国这些年它一直在搞小院高墙，但是呢，如果进入最恶劣的情况，全面禁运就意味着更多关键的，比如说芯片、软件、技术服务都彻底断供。这种情况就好像给正在努力爬坡的这个中国高科技产业突然之间卸掉了轮子啊！这个是釜底抽薪式的这种打击哈。以这个国产大飞机 C919 为例哈，如果少了很多来自于美国的依赖美国供应商的这些关键零部件的话，这个供应链一断的话，我估计这个项目大概率可能得停产。那金融市场不用讲，一定会剧烈震荡，股市下跌，人民币贬值，然后央妈肯定会出手，他会把这个贬值的幅度控制在大概 5% 到 10% 以内啊，因为中国有这个资本管制，大规模的资本外逃的情况就还算好，所以这种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发生的概率，你可以有所准备，但也就还算可控。在能源方面还好，因为中国一早就在做好准备了，所以从中东啊，从俄罗斯等地的进口算是占比较大头的哈。所以美国能源断供的话，对中国的影响是相对来说比较小的。那短期的冲击如此剧烈的话，我们看一看从中长期来看未来5年风暴过后，谁能够更快的灾后重建呢？我们先看看谁更依赖谁哈。从整体来看的话，中国经济比美国更依赖对外贸易中国的这个出口额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而美国不到 8%。所以呢，如果中国失去美国市场，那对于中国整体经济的影响会比美国更大。但是如果从结构上来看的话，就比较有意思了哈。美国它是进口依赖，离不开中国的廉价的消费品跟这个特定的工业零件有532种关键的商品，它是高度依赖中国。那中国的话是出口依赖，它影响的是工厂跟就业，所以对美国高度依赖的商品大概只有57种左右。所以打一个比方的话，美国呢就像是离不开一个物美价廉的超市关门的话，它可能会有些不方便，但是不至于饿死。但是中国的话，就好像突然间失去了一个很大的客户，如果不赶紧找到下一个大客户的话呢，收入锐减，然后搞不好还要失业，这个情况是会严峻一点。那我们再看一看谁的这个家底更厚实哈。那美国是有全球最大的内需市场，然后老百姓的消费占了 GDP 的 70%这就像是一个巨大的海绵垫。所以外贸不行，它美国国内的消费还能够顶上一阵子哈。但是中国的话，虽然人很多，市场潜力巨大，但是内销一向都是一个比较弱的方面目前消费只占 GDP 的 38% 左右，而内循环搞了很多年，还是处于一个发力的阶段。如果突然间没有了外需，指望内需立刻马上补上这个缺口，其实是有点难的。所以短期内我们看起来，美国的家底一定会比中国更厚实。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看双方谁更有独门绝技，以及从科技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美国在尖端领域不用讲，比如说什么芯片航空核心软件都是属于武林盟主这种霸主地位技术的话，自给自足的这个比率比较高，然后有日本、欧洲这些兄弟他们的水平也都不差，互相帮衬的话，其实是大家可以互相依靠。但是中国的话呢，虽然是制造业的全能选手，但是高端的杀手锏技术不太多，比如说高端的芯片自给率只有 16%， 而且还被美国卡着脖子。所以一旦大家闹翻了美国的话，他可以从自家后院或者从他自己的朋友圈盟友圈找到一些替代的这个产品或者是一些方案。但是中国的话，你搞不好可能就是没有的指望，只能够自己勒紧裤腰带自己攻关。不过呢，美国它其实也有软肋就比如说稀土的加工，它想马上找到像中国这么大量的这个替代，其实也不容易。所以中国，你看我们中国反击美国就会用稀土用来制裁。那在朋友圈方面的话呢，其实美国它也能搞友岸外包，就是拉拢他自己的盟友来重建一整套供应链。而中国的话就需要加倍努力来拓展全球的市场，但是中国的这个朋友圈呢，它相对来说都是一些穷亲戚穷朋友，他们的这些市场的购买力跟他的技术水平短期内都是没办法跟美国以及美国的盟友来比。那美国的朋友圈他们有钱人是比较多的，而且他们的这个
水平是比较在线的。我看到有网友啊说气话，说什么大不了放弃美国这个市场，不跟美国佬做生意咯，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对不对？不是还有欧盟吗？其实我觉得这些网友啊是把这些问题想简单了。欧盟其实它本身的技术水平跟经济实力跟美国相比，其实都是有差距的，更不要说近些年其实他们一直在走下坡路。那如果一旦要实行这个全面禁运全面脱钩，甚至要做制裁跟管制的话，我觉得大概率欧盟会站队美国。更重要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像你中国这个过剩的产能这么恐怖这么可怕的情况底下，美国他自己筑好了堤坝然后这个时候因为中国的产能没办法进入美国市场，它的水位会立马开始猛涨，在世界范围都寻找出路。所以你不要说欧盟，不要说南美，不要说任何一个国家跟地区都会觉得很害怕。所以他们第一反应不是说打开门让你的产品进来，而是赶紧把这个闸门给酸严了。所以其实不要想得太简单了这个事情。再来的话，我们看一看这个政府的控场能力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政府是有这个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这么一个优势，这个时候会凸显出来。他们的反应快，执行能力强，能够迅速调动资源。比如说他可以把这个财政赤字标到 GDP 的 14.5% 来刺激经济来止血。美国政府的话呢，他可能受制于两党政治，然后国内互相扯皮，他的决策速度会慢一点，但是因为有美元是全球硬通货所以他几乎可以无限制的发债借钱，所以美联储他也可以开闸放水嘛，加上有成熟的市场机制跟这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网，所以人家美国是家底很殷实的富豪，超能力是很惊人的，所以能够慢慢把这个底部给拖住。所以了解了各自的这个家底跟功夫的话，这场脱钩将会迫使双方走向怎么样不同的一个重建的道路呢？那中国的话自然是没有得选嘛，你只能猛攻内循环，想方设法让老百姓有钱花，敢花钱，能花钱。但是这么多年来，其实我们看到提高收入完善社保的口号，比如说免费医疗，给这个农村的老人家提高他们的退休金，这种口号民间的这种呼声喊了好多年了，但是大家看到有任何进展吗？有任何成效吗？没有。所以其实不太能够指望得上我相信这个外贸肯定会转向了，比如说进一步的深耕东盟非洲拉美这些新兴的市场想方设法把一带一路做得很扎实。但是你看我数这些老朋友就知道，大多数都是一些穷亲戚，没什么钱，所以你再怎么挖也挖不出来油水嘛，对不对？然后科技自立自强肯定是这个生死任务就是一定要立军令状，然后砸锅卖铁也要搞出自己的高端芯片，自己的操作系统大飞机。然后呢，中国也必须得被迫进行转型，进行产业升级，然后从世界工厂变成是创新策源地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新能源车、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各方面都已经开始在抢占高地了，所以这方面我个人还是比较看好的。这个有两面一面是前所未有的挑战，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我们从积极的方面来看呢，也可能会倒逼中国经济实现结构性的跃迁中国注定是会经历这个更多磨难以后，经此一劫或许真的能够打通任督二脉，也不一定。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人的潜力就是会被逼出来的，就是搞不好真的完全脱钩以后没有任何退路了以后，反倒能够爆发小宇宙，对不对？但是对于美国的话，我觉得他们的重建之路会轻松很多没什么大问题，他只需要重振旗鼓，重新划定这个势力范围，重新划地盘，然后他拉拢他自己的盟友，建立一个完全没有中国参与的新的供应链体系，然后与此同时的话，想办法把这些制造业搬回国内可能没有那么容易，但是花点时间或者至少转移到跟自己关系比较好的那些国家，做所谓的有岸外包嘛，对不对？所以如果他下定决心去做这种去中国化的供应链的重塑的话，我觉得他是能做成，但是成本可能会很高也不一定能做得有中国那么好。但是我觉得两种不同的重建路径呢，最终可能会将中美引向不同的方向，谁会更加快能够走出废墟塑造自己新的未来呢？综合来看，我觉得短期内，比如说1年半载，中国会很痛
因为它对于这个市场，对于美国市场的依赖更深，然后出口的引擎一旦熄火的话，对于中国 GDP 的影响太大了，而且相对来说，中国技术上的软肋会更多一些，一旦大量的人口失业，社会稳定的压力也会更大。那美国的话，虽然会物价飞涨，部分行业受损，然后它有强大的内需市场跟美元这么强势的一个货币，它能够提供更好的一些缓冲。所以你说要看长期，比如说5年以内的话，也是美国它更有后劲，它更能够扛得住。因为像刚才所说的嘛，美国家底更厚实，它国内市场需求大，经济的这个底盘是更扎实更稳的。完了之后，它技术领先，掌握着非常多的关键技术，然后它更加容易找到一些替代的方案，或者它能够自己研发出新的方案。然后更不要说美国的朋友他是比较多，然后有钱的朋友有水平的朋友也比较多，所以他们可以一起分担压力，重新调整他自己的供应链。然后最后的话呢，美元在全球的地位也让它在这个融资跟调控方面更有优势。那中国的话，短期内政府能够强有力的采取措施干预经济，然后能够稳住局面，可以展现出非常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但是长期来看的话，想要弥补完全失去美国市场跟技术的话，这种挑战是非常大的，缺口非常的大，所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绝不是说中国一定会输哈，因为中国也有非常庞大的经济体量，有非常完整的工业基础，这个应该是全世界的独一份，以及中华民族有在危机当中求生存求发展的这种韧性，历史上已经证明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小觑这一点。那其实说到底，这是一个假设性的全面脱钩的一个场景哈。那对于中美双方乃至于整个世界，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浩劫，不会有真正的赢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曾经计算过最极端的情况底下，全球的 GDP 要损失 7%。 所以这个分析呢，只是想给大家脑洞一下，就是如果贸易战真的打到最残忍的那一步，真的是完全脱钩，中美完全脆断的情况底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那这个推演的结果，其实正是美国目前有底气发起关税贸易战，完了之后不断的给这个关税加码的原因。这个也是为什么中美一定会最终坐下来好好谈判的根本的原因。当然了，我相信最终的结局恐怕还是要看历史如何书写，毕竟这个极限施压这种手段，如果玩得太多，如果把握不好尺度的话，把中国逼急了，搞不好我不跟你谈了，我不跟你玩了，我直接武统算了，那这个就是比较尴尬了哈。所以屏幕前的您觉得在这种极端的情况底下，还有哪些被我们忽略的这个关键因素没有被包括在这个讨论当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您的看法。这里是艾森的频道如果我的分析对您有帮助的话，请记得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祝您有心情愉悦的一天，谢谢。